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有一条黑狗，它名叫抑郁。每当这条黑狗出现，我就感到空虚，生活也慢了下来。它总是不期而至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每天都在与黑狗对抗的那些人，是抑郁症患者。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的抑郁症患者人数已经高达9500万。这意味着每1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抑郁症，而我们和抑郁症的距离其实真的很近。今天我想带你们看看抑郁症的世界，以下是一名抑郁症患者的自述。明明身体很疲惫，可是躺在床上我怎么都睡不着。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大脑中的石块在疯狂地生长着，但我控制不住它们。走在大街上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感到孤独，突如其来的眼光碰撞会让我感到空虚，我只想躲回自己的小窝里。很多时候吃饭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，每一次的咀嚼吞咽都是负担。吃什么都一样，我只是为了摄取能量。一开始我将这些定义为短暂的不开心，直到我的脑海中出现了2个小人在打架，打到一方把另一方撕裂才罢休，我才意识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。去了医院，我拿到了重度抑郁的诊断书。在药物的帮助之下，我睡了一个好觉。那是那段时间我最幸福的时刻。可是后来药物让我犯困，我整天浑浑噩噩，无法思考。有的时候我的手会控制不住的抖，有时我会被窒息感侵蚀，然后呼吸困难，就像溺水一样痛苦。食物会让我感到恶心，我经常几天不能进食，只喝水或者流食。状态很差的时候，我会忍不住打碎桌上的玻璃杯，然后将玻璃碎片紧紧地握在手中。我看着它们顺着我的手流下去，那种真切的痛感让我明白，我自己还活着，而不是一个木偶。医生说这是躯体化症状，是心理精神上的痛苦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，囤积下来之后反映到身体上的结果。有人说到底还是承受能力太差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去死，太不负责了。还有人说你太脆弱，谁都会有不高兴的时候。每当一名抑郁症患者自杀，我就能听到很多不友好的言论，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矫情，是不是被世界抛弃。我曾经尝试过逼自己走出去，可是走出门之前的准备就让我筋疲力尽。我讨厌那个一无是处连出门都做不到的自己，我就像一个沼泽里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的人。每天晚上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要不要去死？小人会在我的脑海中蹦跶，然后告诉我说活着毫无意义。可当我每当决定自杀之前，我会联想到亲人们围着我的尸体痛哭的画面。我一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一边又没有勇气跟这个世界告别。抑郁症就像一场重感冒，今天稍有好转，明天或许又陷入高烧。每当我认为自己差不多可以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，抑郁这条黑狗就会猝不及防地出现，然后咬住我不松口。
病情的反复不仅让我看不到与抑郁症对抗的尽头，更让我加深了对陪伴者的惭愧。患上抑郁症的我性情无常，母亲总是小心地问我今天想吃什么，想关心又不敢多说，生怕那句话让我难过。父亲曾为我哭红眼睛，即使不擅长表达，也悄悄查阅抑郁症的资料，关注着我的情绪。朋友们扮演着倾听的角色，他们在工作之余还要接受我的负面情绪，陪伴我度过我每一个哭泣的时刻。他们承受着破碎的我，然后无条件地爱着我。那些陪伴一点点拼凑起来，支撑着我慢慢变好。他载诗写过一段话：我本想这个冬天就死去的，可是最近拿到了一套鼠灰色细条纹的麻质和服，是适合夏天穿的和服，所以我还是先活到夏天吧。走出抑郁真的很难，需要战胜自卑、痛苦、悲观、厌世。别盯着漫长的道路，看看当下陪伴在你身边的人，他们会支撑你，会对你说别怕，慢慢来。每天早晨，当你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，请你恭喜自己，又活过了一天。无论黑夜多么漫长，总会迎来天亮，你也会有好起来的那天。最后，我想告诉所有人，抑郁症患者不是脆弱，他们只是病了。生病的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所以不必感到抱歉，而没生病的人，请多多关照他们。